马球赛第2名，宁远侯世子萧燕，彩头是刘仙群一套。云暖，你放心，我定会拔得头筹，为你赢回那只珠钗，那可是你母亲的遗物。如今他赢了第2名，拿到了刘仙群，却放弃了第1名的珠钗。萧燕，你终究还是食言了。哎呀，姐姐，燕哥哥输了，居然把珠钗输给别人了，这不是你母亲的遗物吗？这可怎么办？定北侯世子和燕哥哥向来不和，他会不会愿意把珠钗卖给燕哥哥啊？定北侯世子江云洲向来与萧燕不对付，你早就盘算好了，江云洲绝不可能把珠钗卖给萧燕。所谓的买回来，不过是你哄骗萧燕的谎言。妹妹，你这样蛇蝎心肠，你的燕哥哥知道吗？你胡说什么？我听不懂姐姐的意思。谢谢燕哥哥。天哪，那条流仙曲是公主殿下让京城最出名的绣娘花了3个月时间才做出来的，没想到萧世子竟为赢回来了。萧世子对你可真好，听说沈家和萧家是世交，2家要定儿女亲事的。这么说，萧家看中的是如莹，真让人羡慕。云暖，这次是我失信于你。如莹说她吉吉里就只想要这条流仙裙，我没办法，只能应了她。你想要那只珠钗，定北侯世子不知为何不肯相让。不过不要紧，等我上门提亲时，我让人去百宝楼定制一只一模一样的，一定比你生母那只还要漂亮。我只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谢谢燕哥哥，这裙子是我收到最好的吉吉礼物。长姐，有些事过去又何必抓着不放？那珠钗虽美，但是死人的东西拿着不晦气吗？你住口！难不成还要燕哥哥订一只一模一样的死人的东西来下聘，不怕不吉利吗？好了，都是我的不是，不就一只珠钗吗？我到时候给你打多几只，等我上门提亲时一起带去，给云暖妹妹赔个不是。哎呦，尚书府这是办什么大喜事呢？这排场怕是长女出阁吧？什么长女？听说是府里的2小姐，一个庶女办吉宾礼呢。我的乖乖，一个庶女吉宾礼办得比人家嫡女大婚还阔气，这沈尚书的心眼儿也偏到天上去了。瞧瞧胡姨娘那身打扮，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日是她被辅政的大好日子呢。一个妾室也敢穿正红的云锦，若不是仗着沈尚书的宠爱，哪轮得到她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莹莹，你这身流仙裙真美，听说这是公主殿下让京城最出名的绣娘花了3个月才做出来的呢。是啊，萧世子为了你，连那么贵重的马球彩头都迎来送你了，他对你可真好。姐姐们莫要打趣我了，燕哥哥他只是心疼我罢了。大小姐，您看他们母女俩，这哪里是庶女的吉心礼，分明是在打您的脸。这竹院本来是夫人的，现在却被他们鸠占鹊巢。随他们去吧，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满府的红绸，这震天的排场，不过是沈尚书在用我的尊严给胡姨娘母女俩做垫脚石。若不是忌惮外祖父手中的兵权，恐怕沈尚书早将胡姨娘樊正做了继室。今日这出戏，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唱出什么荒唐的花样来。沈大人，今日2小姐及第可谓是双喜临门啊！算算日子，今日也是萧世子给大小姐下品的好日子。不知我们这些老姐妹何时能喝到2家的喜酒啊？承蒙王夫人关心，这2家的亲事本是早该定下来的。我看3个月后入门，云暖，你说好不好？3个月后，原定2家成亲的日子不是1个月后吗？世子这婚期怎么突然推迟了2个月？云暖，这件事我们私下商量过了，因为你外祖父一直不肯松口让如莹的姨娘反正，导致如莹如今在这府里仍是个庶女，身份低微，将来不好依亲嫁人。如莹她身世实在可怜，我看着她这些年受的委屈，我真的也不忍心。我已经问过岳父大人了，他老人家也同意，
让如莹1个月后先嫁入宁远侯府，3个月后我在8抬大轿迎云暖进门。我没听错吧？1个月后先娶庶女，3个月后再迎嫡女，这是让庶女做正室，让嫡女做妾，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宁远侯府是不要这百年清流的名声了吗？萧世子，你当着全京城宾客的面，把刚才的话再复述一遍。这是你们萧家和父亲共同的意思。你们是要让沈如莹，一个庶女，做宁远侯世子夫人。你还把我当成你的正室吗？不是的，云暖，你误会了。我们不论什么正室和妾室，如莹她都跟我说了，就算她先入了侯府，做了世子夫人，等你入府的时候，她也会以你为尊。她绝不会跟你争抢管家权和夫人的体面。云暖，你为何就是不能体谅一下别人的难处呢？你是尚书府的嫡长女，又是手握重兵的镇国将军的外孙女，你身份如此尊贵，自带光环，你无论走到哪里，京中都无人敢瞧不起你，你根本不需要一个所谓的世子夫人名分来证明自己啊。可是如莹不一样啊，她是庶女出身，无依无靠，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我只是想用这个世子夫人的身份补偿她，让她以后能过得好一些。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姐妹和睦，为了大家好啊。云暖，你真的误会如莹了。虽然你入门晚了2个月，但是如莹亲自向我保证过了，她说等你入府，她不会让你喝婢子汤，她大度的与你怀孕生下子嗣，若是男孩也可以记在她的名下做嫡子抚养。你看她为你考虑的多周全。宁远侯府是疯了吧？让嫡女给庶女做妾，还要把嫡女生的孩子记在庶女名下当嫡子，这等大逆不道、乱了纲常伦理的混账话，怎么敢当众说出口？沈尚书怎么想的？镇国将军若是知道，怕是要从西北大营赶回来，宁远侯府砸了。姐姐，求你答应吧。燕哥哥心善，怜我是庶女命苦，所以才想出这个委曲求全的办法。妹妹命苦，胡姨娘在我母亲去世后第3日，便迫不及待地搬进了母亲的主院。母亲当年留下的那些嫁妆首饰，全被她据为己有。而妹妹你，因为说我的院子冬暖夏凉，早早就将它占了去，住进了这尚书府里最好最大的院子。你每月的吃穿用度，比我这个嫡女还要高出数倍。首饰你先挑，名贵布料你先选。我倒是不知妹妹你究竟苦在了哪里。这身打扮千金有余，京中的贵女谁敢如此奢华？那姨娘身上的云锦也价值千金。这两母女比皇亲国戚还气派，沈家嫡女可没她们富贵逼人。不是这样的，燕哥哥，只是今日是我的及笄礼，父亲说不能在众人面前失了尚书府的面子，我才穿成这样的。这个珠冠和首饰都是父亲给姐姐定的，不是我的。哦，父亲给我定的，好极了。宝珠，既然二小姐都说是给我定的，你且拿笔记下来了。等及笄礼一结束，立刻带人去二小姐屋里，把这些珠冠首饰，还有她私吞的所有东西，一件不落的都拿回我屋里。是，大小姐，奴婢记得清清楚楚。够了，云暖，不过就是一个破珠冠，你何必在大庭广众之下将自己的妹妹逼到这份上？斤斤计较，哪有一点嫡女的气度？况且如莹出嫁的时候，沈尚书可是亲口对我承诺过，会给如莹备足整整100台的嫁妆。试问带着100台嫁妆出阁的世子夫人，岂会在乎你今日抠搜下来的这1、2件首饰？我原本听如莹说你脾气不好，还有些不信，如今我亲眼所见，算是明白了。今日在长辈面前你都敢如此嚣张，平时我看不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变本加厉的欺负她的。你也不用在这里为了几件首饰眼红，你日后可是我宁远侯府未来的世子夫人，侯府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这些破铜烂铁他压根儿就不放在眼里。这怎么可能？这聘礼也太吓人了吧！100台嫁妆，萧世子，萧世子，你是真不懂，还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父亲真是好大的手笔啊！不过我怎么不知道，咱们尚书府这些年单靠父亲那点微薄的俸禄，如今竟然能一口气抬出100台的嫁妆了。
这若是传到御史台的耳朵里，恐怕还要查一查父亲是不是贪没了国库的银两呢。怎么没有？你少在那边狗眼看人低！我告诉你，库房里那些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整整齐齐的100台嫁妆，我早就给我的如莹备得妥妥当当的了。尚书府的库房里究竟有些什么？我再清楚不过，那根本不是宫中财产。岳父大人和胡姨娘未雨绸缪，早已经把嫁妆单子先交到了我的手上，就怕到时候你从中作梗，暗中克扣如莹的嫁妆。那些全都是我王母当年的陪嫁。云暖，岳父大人和胡姨娘深知你性子倔强，怕你一时想不开从中作梗，伤了你们姐妹的和气，让外人看了笑话，所以他们已经把陪嫁的嫁妆单子先交给我过目了。因紫檀木雕花拔步床一架，赤金枪红宝钟头面3套，上等和田玉屏风1对，金郊良田1000亩，城东旺铺5间。暖暖，这些是娘给你留下的嫁妆，这不仅是钱财，更是你以后在婆家安身立命的底气，你一定要守好，切莫让你爹那个宠妾灭妻的糊涂鬼拿去便宜了别人。100台嫁妆，我竟然不知道咱们尚书府如今已经阔绰到这个地步了。父亲，您真是好大的手笔啊！我倒是想问问，就凭尚书府如今这外强中干只剩个空壳子的家底，您能抬出100台嫁妆吗？逆女，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这都是府里多年积攒的底蕴，是给你妹妹撑场面用的。大小姐这话说的可就诛心了，怎么没有？老爷心疼如莹，库房里那些压箱底的好东西，我可是花了好几天亲自去挑的，全给如莹备好了，保准风风光光。父亲，你看清楚了，这些是什么？这是我母亲当年留下的嫁妆，是她留给我这个嫡女出嫁时用的。你怎么敢偷了亡妻的嫁妆，拿来给一个庶女做脸面？父亲，午夜梦回之时，母亲的在天之灵若是问起，您就不怕遭报应吗？要是有个3长2短，我就把你们全杀了，给我娘陪葬！你大小姐，你少拿死人来压我们！大白天的，你咒谁呢？你母亲早就死了多少年了，人都成了一捧黄土了，还提她做什么？再说了，她既然是咱们尚书府的主母，自然也是我们如莹的嫡母。既然都是她的女儿，把嫁妆给哪个女儿不一样？就当是她这个做嫡母的疼爱庶女了。况且我们如莹可是先嫁进侯府的，又是堂堂正正的世子夫人，这嫁妆当然要给她来撑场面。难道要让人笑话我们侯府的世子夫人是个寒酸户吗？至于大小姐你嘛，你以后去侯府不过就是个妾，你不过一个妾，等天黑了，一顶粉色的小轿从侧门悄悄抬过去就行了。你一个侍妾，说白了在侯府也就是个下人，是个玩意儿。一个下人，你还想要什么嫁妆？难道你要带着120台嫁妆去伺候主母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说错了吗？你一个侍妾就是一个下人，不配要这嫁妆。你不过一个下人，也敢对着府里的大小姐叫嚣？是谁给你的胆子，敢非议我母亲的嫁妆？
不知尊卑的贱妾，你这等卑贱之人也配提我母亲？今日我就替母亲好好教教你什么是尚书府的规矩。老爷，你要为妾身做主啊！妾身不活了，大小姐她疯了，她竟然当着您的面这般毒打妾身，这不是在打妾身的脸，这是在打您的脸，在踩您的尊严啊，老爷！沈云暖，你反了天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逞凶斗狠，你这是大逆不道！他也知道这是侮辱，他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妾就是下人，一个下人不知尊卑，对嫡出大小姐出言不逊，冷嘲热讽，我还打不得了？我是主，他是仆，我教训一个刁奴，何错之有？够了！沈云暖，你少在这里强词夺理、牙尖嘴利！我是你的父亲，这个尚书府我说了算，我说嫁妆给谁便给谁，你就算有天大的委屈，也得给我憋着！父亲，您真以为尚书府是您一手遮天的地方吗？您真以为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霸占我母亲的遗物吗？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一共120排，里面的一件一物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册，分毫不差。这份嫁妆单子一共分作3份，一份在我手里，一份在我外祖父郑国将军那里，还有一份早就送去了顺天府，在官府备了案的。我倒要看看今日这尚书府里谁敢动我嫁妆的一分一毫。你们若是敢强占，我不介意拿着单子去顺天府击鼓鸣冤，或者请外祖父带着镇国君亲自来咱们尚书府，拔出刀，一件一件清点嫁妆。姐姐，你这又是何必呢？姐姐，你若是一定要在这件事上争个高低死活，你想想看，如果我这个做世子夫人的，成亲之日才只有10几台嫁妆，而你却带着100台嫁妆浩浩荡荡的过去，这像话吗？这让外人如何议论咱们父亲，如何议论侯府？父亲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局着想，怕你带那么多嫁妆过去树大招风，惹婆母不快啊！你为何就是不能体谅父亲的一片苦心呢？云暖，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以前那端庄大方、知书达理的性子都去哪儿了？如英处处为你，为大局着想，你却锱铢为计。你怎么变成如今这副贪财善妒、面目可憎的丑陋模样？女子出嫁要从夫，以夫为天。你如此任性妄为，丝毫不顾及侯府和尚书府的脸面，斤斤计较那些黄白之物，怎么讨人喜欢？怎么讨我母亲的欢心？你若是继续这样冥顽不灵的闹下去，我倒要再三斟酌一下你入府做妾的事了。沈云暖，你可要明白，我若是不娶你，你就是个被退过婚的弃妇，是个没人要的破鞋。到时候你名声尽毁，满京城，我看还有哪个男人敢娶你？沈云暖，你笑什么？被退婚很好笑吗？你不要不识好歹，真以为我非你不可吗？萧世子，我想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沈云暖从未什么说过要嫁给你。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们从小青梅竹马，父母早有默契。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沈云暖是我的未婚妻？你现在说这种气话有什么用？母亲一命，我若喜欢谁，便将此珠钗赠与他。到时候谁持此珠钗来下嫔求娶，我便嫁给谁。这珠钗怎么会在你这里？她不是在江云洲手里吗？难道她……没错，要娶我的人已经拿着这支，带着满天下的诚意向我下聘了。今日我沈云暖便要顺应母命，十里红妆，风光出嫁，你们谁也拦不住。你从何处得来的珠钗？这不是被定北侯世子赢了去吗？那庶子不肯将珠钗卖给我，为何肯给你？难道云暖你和江云洲私下有交集？你一个女子孤身一人，你岂敢私会外男？萧世子慎言，你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得到了便是私会。我与云暖是未婚夫妻，我送珠钗给她有何不可？未婚夫妻见面也称不上私会外男。江云洲，你怎么会来这儿？我已亲自去西北大营求见了镇国将军，得到他的许可，求娶了云暖。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官府备了案的婚书。敢问萧世子，哪一样是私会外男？我是光明正大的来见云暖，这聘礼不过是我为了列一对大宴，晚来了一天罢了。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按母亲遗命，这珠钗虽并非我相赠，却兜转之间，最终到了定北侯世子手上。一切皆是天意，更是明媒正娶。萧燕，在马球赛上，原是你说要帮我夺回珠钗，不过你放了手。你为了沈如懿那件月制的流仙裙放弃了夺珠钗，这都是天意，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愿赌服输吧。定北侯府下聘，御赐玉如意一柄。好热闹啊！今日我定北侯府下聘，看来大家都在等着呢。凭什么？这些都该是我的。云暖，我与你母亲本就是手帕交，如今你外祖父允了这门亲事，我高兴得不得了。老将军说了，婚期就定在3日后，你什么也无需操心，只需开开心心嫁进我们定北侯府。从今往后，你便是我的女儿一般。好，好，这下老奴就算去地见夫人，也有个交代了。好你个沈云暖，如今你要嫁人都不用知会，你能肉合上什么？都不用知会我这个父亲了是吗？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沈大人，这不是来知会你了吗？今日下聘可是当着你的面呢，以后大家就是亲家了。还是说亲家对我们定北侯府有何不满？若有不满，尽管大声说出来。下官不敢。怎么可能？你怎么会突然和江云洲在一起？你一直喜欢的人是我，不是吗？如果就因为我让如英先入门，你便如此拈酸欺醋，我们可以再商议。大不了我与你们同一日入门，
这样你可满意？萧世子，还请自重。若你愿意，请来喝一杯喜酒。够了，沈云暖，就因为一个名分，你要将两家闹得都没了脸面才高兴吗？好，你非要如此，我许你平妻之位。云暖的话，世子是一个字也听不懂是吗？他要与我成亲了，从此与你再无瓜葛。我们定北侯府世代世袭侯爵，岂是你刚封爵的宁远侯府能比的？我与云暖的婚事已上达天听，皇后娘娘还给了赏赐，这样的婚事你也敢来破坏？哼！萧燕，你自己抓不住的，该认命才是。你们宁远侯的世子夫人，那个姨娘生的庶女，还在那儿站着呢。是因为姐姐不嫁。我是庶女，所以宁远侯府便看不起我，是吗？如英，你先别闹，这是我怎么能不闹？他凭什么能有100台聘礼，而我只有这区区10几台？你是不是也嫌弃我的出身？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别人听见了可怎么好？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萧燕，你好大的胆子！混账东西！谁家世子夫人是个庶女？以后和夫人们见面，我如何抬得起头来？你是不是疯了？你让庶女做妻，嫡女做妾，倒反天罡！我看你是被那庶女迷得脑子都进了水了。母亲，儿子已经答应了如莹。哼，答应了？这样的庶女还想让我侯府去下聘，还想对比云暖要100台聘礼，绝无可能。庶女的聘礼按京城的规矩只有10几台，你若要便抬去，但是成亲的贵制也只能按娶妾的规格。母亲，这怎么行？如莹她……而且你必须同时娶平息，2个同时进门。我已经为你定下了承平伯府的嫡女柳氏，等谁先生下嫡子，正台做正事。这是我宁远侯府的底线，容不得你放肆。定北侯府聘礼：极品东珠2活，南海赤金红珊瑚树1尊，蜀锦云罗缎50匹。小姐，定北侯府送来的100台聘礼，加上夫人留给您的嫁妆，足足有168台。这可是咱们京城多少年都没见过的10里红妆啊！奴婢方才瞧见，外面街上看热闹的百姓眼睛都看直了。母亲若是泉下有知，看到我如今并未任人欺凌，应当也会安心了吧？江云州，定北侯府确实给了我最大的体面。凭什么？这不公平！沈云暖，你凭什么一个人霸占这么多东西？父亲明明说过，这尚书府的嫁妆有我的一半。你凭着自己先一步出嫁，就要把所有好东西都据为己有吗？这些东西不能全带走，我要一半。定北侯府的聘礼我不管，但库房里的这些必须分我一半。萧燕哥哥给我的聘礼本来就少。我若是嫁妆再寒酸，日后进了宁远侯府，还怎么和那个平妻柳氏争？大小姐，您吃肉总得给二妹妹留口汤啊。如莹可是您的亲妹妹，她若是嫁得寒酸丢了脸，您这做姐姐的面子上也无光不是？这些首饰古董，不如匀出一半给如莹撑撑场面。匀出一半。胡姨娘，沈如英，你们莫不是脑子坏了，还是天生就喜欢做白日梦？你没有自己的娘亲吗？这是我娘亲留给我的嫁妆，你想要嫁妆，问问你娘亲有没有给你备嫁妆便是。怎么自己没嫁妆，反而像强盗一样抢起别人的来了？我是尚书府的2小姐，我也是父亲的女儿，父亲的东西凭什么全是你的？父亲的东西，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里的一针一线一金一银，全是我市镇国将军府的外祖母给我生母的陪嫁，是大齐律例明文规定，只传嫡系骨血的私产。你一个姨娘生的庶女，也敢染指我嫡母的遗物，简直是不知死活！放肆！
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父亲，你要为女儿做主啊！姐姐她仗着有定北侯府撑腰，不仅要独吞所有的嫁妆，还言语侮辱女儿和姨娘，说我们是强盗。女儿庶出本就命苦，如今连出嫁都要被姐姐这般践踏，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沈云暖，你妹妹说的难道有错吗？如莹也是尚书府的二小姐，是你的亲妹妹，你马上就要风光大嫁了，何必如此咄咄逼人？这库房里的嫁妆，理当有她的一半。你赶紧让人清点出来，拨60台到如莹的院子里去，莫要让宁远侯府看了我们沈家的笑话。理当有他的一半。父亲，您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大齐的律法，难道都被您吃进狗肚子里了吗？孽障！你敢辱骂生父！父亲既然这样说，那我们不如现在就去京兆尹的衙门里问问，去问问青天大老爷，大齐哪一条律条规定，我生母镇国将军府嫡女留给我的私产嫁妆要分一半给一个贱妾生的庶女。你胡搅蛮缠！我是你老子，这尚书府里的东西，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去，把大门敞开，让满京城的百姓，让朝堂上的同僚都来评评理。你疯了！家丑不可外扬，你若是敢去闹，毁的是你自己的名声。我疯了？我是怕父亲糊涂，我就是要去衙门，也让所有人看看堂堂礼部尚书大人是如何的不懂礼，如何的不要脸。孽女，大逆不道的孽女，你竟敢如此辱骂生父！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畜生！小姐小心！父亲要动手，好啊，你打。你可别忘记了，我外祖父镇国大将军的兵马已经到了京郊，明日便要入城了。到时候他老人家若是看见他唯一的外孙女出嫁前被亲生父亲掌啊，满脸是伤，必然要提着刀上门问个清楚明白。父亲，你想好如何向外远父回答了吗？是告诉他你要抢我母亲的嫁妆给一个庶女，还是告诉他你为了一个贱妾要打死他的亲外孙女？好，牙尖嘴利，你这般厉害，简直是个讨债的恶鬼！既然你如此不把这个家放在眼里，以后出嫁也别说是我的女儿。日后你若是再在定北侯府受了委屈，被定北侯府欺负，你可别回尚书府哭诉，更别指望我为你出头做主。父亲，那嫁妆……闭嘴！还不嫌丢人吗？我只当没有你这个女儿。小姐，老爷他……难道这10几年他就有为我出过头吗？这满府的风雨不都是他带来的吗？如今断了，正好干干净净。春桃、枫香，明日我们清清白白、风风光光的出门。云暖，云暖！云暖，我终于见到你了。萧世子，请自重。你我如今已无任何瓜葛，擅闯尚书府内院，不怕毁了营运侯府的名声吗？云暖，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段日子我每天都活在煎熬里，我不该在马球赛上失信于你，我不该为了同情如莹让你做妾，我那是鬼迷了心窍啊！云暖，我知道你是在赌气才答应江云轩的，对不对？我今天来只最后问一次，只要你愿意回头，只要你愿意嫁给我为正妻，我会求父亲进宫，去皇上面前负荆请罪，哪怕是被打个半死，我也要求皇上为我们赐婚。云暖，回到我身边，好不好？我是真心喜欢你。世子说笑了，我不愿意。江云州重情重义，定北侯府光明磊落，我嫁过去是心甘情愿，何来赌气一说？
我明日便要风风光光的出嫁了。世子，日后各自安好吧。各自安好。暖暖，我们10年的情分，你当真能抛得干干净净？你心里就真的一点都不留恋我了吗？云暖，马球赛那天是我混蛋，没能为你争回你母亲的遗物珠钗。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怪我，这是我特意命人去京城最大的百宝阁，花重金专门为你打造的。原本想着提亲的时候亲手为你戴上，可是现在，既然你心意已决，我只求你收下它，就当是我给你添撞了。春桃，收下吧。是，小姐。多谢师兄的添妆。大小姐，这首饰的光泽不对呀，分量也轻了许多，不像是赤金的。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偷梁换珠！哎呦，姐姐这是在清点嫁妆呢。马上要做定北侯世子夫人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莫不是嫌嫁妆还不够多？天哪，原来嫡母也不是外人传的那样家财万贯啊！这首饰怎么全是些鎏金的便宜货？这种成色，连咱们尚书府的大丫鬟都不稀罕戴。姐姐，你就算想充面子，也不能拿这种假货去糊弄定北侯府吧？是吗？我娘留给我的嫁妆单子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全为足金打造，如今变成了这廉价的鎏金货，莫不是这尚书府里出了什么手脚不干净的家贼，妄图偷龙换凤？大小姐这话可就冤枉好人了。箱子一直贴着封条锁在库房里，谁能动？只怕是夫人当年留下的，本就是这些虚有其表的东西，你可别查不出真相就胡乱攀咬。谁敢说我镇国将军府抬出的嫁妆是鎏金的？外祖父，您怎么突然从西北大营赶回来了？我的乖孙女明日就要出嫁，我便是拼了这条老命，跑死8匹战马，也要赶回来亲自送你出阁。我看谁敢欺负你！来人，把这10几箱东西全给我抬上，立刻去衙门击鼓鸣冤报官。若不把这个家贼抓出来，查个水落石出，京兆府尹的乌纱帽他也别想戴了。遵命。我昨日便看你带着人鬼鬼祟祟从库房往外抬东西，是不是你偷偷换了云暖的首饰？贱人，还不赶紧把真东西拿出来！难道真想被关进大狱受刑吗？都是妾身猪油蒙了心，眼皮子浅，想为如英多攒些像样的嫁妆，求大将军，求老爷饶命啊！家贼难防啊！难不成你以为磕几个头这事就这么算了？我将军府的东西就这么好偷？老爷，念在他侍奉您多年的份上，您就饶了他这一回吧。来人，把胡姨娘押下去，重打30大板，连夜送到城外苦寒庄子。没我的命令，绝不许再踏进尚书府半步。
上花轿了，暖暖，我迎你回家。吉时已到，起轿。侯爷，今日既然已经结为夫妻，我心里却一直有个盘桓许久的疑问。什么疑问？马球赛那日，你突然跳上马车，拿着那只珠钗向我求亲，你是如何知道那是我母亲的遗物，又如何知道那平钗求娶的典故？其实，关于珠钗的事，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母亲在你母亲生前，曾是无话不谈的闺蜜。她不仅见过这只珠钗，也清楚镇国将军府立下的规矩。原来如此。暖暖，其实关于那日，还有很多事，你并不知道。什么事？那日，你在假山后偷听萧燕和沈如莹说话时，其实我也在那里，躲在暗处。你……我早就倾慕于你，只因你有口头婚约，我只能深藏心底。那天我亲耳听到萧燕逼迫你，我愤怒到了极点，但随后涌上心头的，却是无法抑制的狂喜。我原只想替你出气，可当我拿到珠钗，看到你眼底对萧燕毫无留恋的决绝时，我知道，我苦等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看似阴差阳错的巧合，未必不是上天注定的好姻缘。我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光明正大娶你过门的机会？既然如此，也许真的是我母亲在天之灵，让我避开烂人，觅得良人。沈夫人，您别干等着了。世子爷刚才派人传话，说今日就歇在柳夫人那边了，让您自己卸妆，早些歇息。滚！都给我滚！骗子！全都是骗子！婴儿，昨夜是委屈你了，我也是没办法。你还来我这里干什么？你干脆死在那个狐妹子的床上好了。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说是平妻，你把我置于何地？我在侯府里还怎么抬头做人？你是不是疯了？你以为这是在尚书府可以任你胡闹吗？我若昨夜宿你屋里，冷落了伯府嫡女，侯府如何向承平伯府交代？不过是昨晚按规矩在他处，今日来补偿你，你何必像泼妇一样？你若实在受不了这份委屈，大可现在滚回沈家去，大不了我立刻写一纸休书给你，成全你的骄傲。沈云暖，他怎么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儿？江云舟居然没陪着他。哼，成婚几个月连个肚子都没动静，必定是被定北侯府嫌弃了。哎呀，这不是姐姐吗？怎么姐姐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冷风口里？难不成刚成亲几个月，定北侯世子便嫌弃了你不成？
我喜静在此处躲个清闲罢了。倒是妹妹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跟前凑去？姐姐这说的是什么话？妹妹自然是关心姐姐，这样的达官贵人宴席，姐夫居然也不陪姐姐来吗？把姐姐一个人丢在这里，叫外人看了，还以为定北侯府不待见姐姐呢。姐姐，这女人啊，最重要的就是在夫家立足。你成亲也有几个月了，也未曾听说你的好消息。这若是不能生养，那可是大忌呀！姐姐，如果不能生养，还不如赶紧给世子纳个妾室才对。世子身份尊贵，堂堂定北侯府未来的继承人，只有你一个妻室怎么够？姐姐若是霸占着世子不放，不肯给江家开枝散叶，那也太不贤良了。这要是传出去，尚书府的脸面往哪儿搁呀？妹妹这样操心别人，不如先操心操心自己吧。你什么意思？我现在可是宁远侯府的平妻，深受世子宠幸。听说宁远侯夫人发了话，要看世子的2位妻室谁先生下嫡子呢。哦，不对，侯夫人好像还说这世子夫人得是高门嫡女呢。妹妹，你这庶出的身份，怕是多生几个也够不上啊。你胡说！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夫君答应过我的，只要我生下长子，也就舍妻赶走了。云暖丫头，你这丫头怎么躲到这儿来了？你家夫君啊，早早便嘱托下人来传话了，说你如今有孕在身，断不能乱吃东西的。他知你喜吃酸梅，巴巴地问我讨了方子去呢。如今我专门叫小厨房给你做了些清淡的吃食，快随我去偏殿用些。等云州那小子来了，要是看你饿瘦了，怕是要怪我这姑母招待不周了。走走走。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好命？这不可能！哟，这是谁惹我们如莹妹妹生气了？都是自家姐妹，怎么嫡长姐都有孕了，这做妹妹的偏偏霸着夫君不放，也没见个动静。不会是天生就不能生养吧？你闭嘴！我一定能生出长子，世子夫人的位置是我的。啊，我忘了提醒妹妹了，就算你能生，又有什么用呢？再生出来的也不过是个庶子，而你永远只是个妾。你心心念念的世子夫人之位，只要我怀上孩子那一日便是我的。只要我能生养，生下嫡子是迟早的事。沈如生，你别做梦了。骗人，都是假的，都是骗我的。夫君说过会让我做正事，姨娘说过只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能立足。为什么你们都要逼我？大夫，我儿到底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会吐血昏迷？侯爷、夫人，世子体内有几种极其霸道的药性相冲，导致血脉逆流而吐血，可能治好。这药带了极强的毒性，已经彻底伤了根本，怕是有些麻烦。世子他这辈子对子嗣有爱，再也无法生育了。我的儿啊！给我查！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给我查出是谁敢谋害我儿！我要将他碎尸万段！毒妇，我们侯府哪点对不起你？你竟敢对我儿下如此毒手，断了我侯府的香火！我今日就要将你送官，凌迟处死！是我下的药，是我！既然我因为庶女的身份当不了世子夫人，那大家就都别生了。柳氏不是想要世子夫人的位置吗？我就让她做一个绝嗣的世子夫人，你们谁也别想好过！你这个毒妇，我如此疼爱你。疼爱？你的疼爱不过是施舍，你这个懦夫！
如今死了，也还是宁远侯府的平妻，谁也不是世子夫人。你们绝死了！你既然已经不能生养，何必耽误我的大好年华？签了和离书，从此我们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如若不然，我就去告官，把宁远侯府的丑事官告天下。此后，宁远侯府彻底成了京城里的笑谈。我不堪受辱，签下和离书后，请旨远走边关。几年后，我在一场大战中身中几箭，死在了那个古寒的边境，连尸首都没有找回来。夫人，怎么了？没什么，旁人的事与咱们都没关系。侯爷，我们该进宫谢恩了。